不喝。Hello， 大家好，我是三个字 Songus。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打呼声给困扰过？自己有没有打呼，通常是很难察觉的，毕竟要自己睡着了之后才能够打呼嘛。通常会意识到自己有类似大象吼的可怕打呼声，都已经是惹怒了身边一起睡的人了。像我在大学时住的是4个人一起睡的宿舍，但是刚好4个人都是会打呼的，所以就是谁最晚睡谁倒霉，你要忍受着其他3个人共同演奏出来的打呼声睡着。但为什么我们会打呼呢？为什么要影响别人睡觉呢？这就要从我们的解剖构造开始说起了。影响我们打呼最主要的构造就是图上的这几个部位，分别是舌头，红很大条的那一个，还有会厌，它在你吃东西的时候会把你的气管给挡住，避免你呛到。那再来呢，就是软腭，软腭可能比较多人不知道那是什么，它其实是在嘴巴打开的时候里面垂掉的那一颗。那你吃东西的时候，它可以避免东西跑到你的鼻子里面。那最下面的那个通道呢，就是我们的呼吸道。那角色都说明好了，我们就可以讲解故事了。在正常呼吸的时候，你的呼吸道是非常广阔的，空气可以自由进出。但是会打呼的人，他们的软腭、舌头还有会厌都会过度的放松，或是因为肥胖让他们过度的肥大，使他们在平躺的时候会自然的下垂。而这样的下垂呢，就会刚好堵塞住呼吸道，让你在呼吸的时候，因为空气撞击到软腭，进而发出的打呼声。那要是下垂的太过夸张，让整个呼吸道被挡住，就会让你的呼吸被终止掉，进而发出这样的声音。那讲到哪些人是比较容易打呼的？大家第一个想法肯定就是过胖的人。就像前面所说到的，只要睡眠时呼吸道被堵塞住的话呢，就容易发出打呼的声音。而过胖呢，就让你的会厌、舌头和软腭比较肥大，更有可能堵塞住呼吸道。但我相信大家身边也遇过不少瘦的人，他们其实也有打呼的问题。就举我前面那个宿舍的室友来说好了，4个人都会打呼，但其实其中1个人算是标准身材再偏瘦一点点的，但是他打呼起来也没有在跟你客气的，要多大声就有多大声，因此肥胖肯定不会是打呼的唯一主要因素。所以还有一个说法是说呢，习惯用嘴巴呼吸的人更容易会打呼。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做个实验，你现在单纯试着用鼻子来发出打呼的声音，像是这样，和你张开嘴巴去呼吸，去尝试发出打呼的声音，像是这样。应该会觉得张开嘴巴时容易许多吧？这其实就是因为张开嘴巴的时候，你的舌头和其他肌肉会往呼吸道那边移动，同时你的软腭也会往后跑，营造出一个容易打呼的环境。所以有些医界的人会让患者训练不要用嘴巴呼吸，进而去改善打呼的情形。那以物理治疗师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会可能与上交叉症候群有关系，也就是因为我们长期驼背的姿势，而让我们后颈部的肌肉过于紧绷，胸前的肌肉过于紧绷，而同时呢，我们后背的肌肉变得无力，颈部前面的深层肌肉会变得无力。那也就是我们颈部前侧肌肉的无力，让你在睡眠的时候容易下垂到堵塞住呼吸道，让你发出打呼的声音。那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何现代人的我们打呼的情形却是越来越常见吧。毕竟你现在到路上观察看看，会发现不驼背的才是稀有动物，大家都是驼背的。那每个人都有上交叉症候群的问题。我相信不少人都在尝试让自己不打呼，甚至听过许多的人，他们都是因为打呼的问题而造成情侣失和或是夫妻吵架的故事。那改善打呼的方法可以说是千奇百怪，那我就一个一个解释他们的原理给大家听吧。第一个呢是减重，减重的话呢可以让你过度肥大，进而挡住呼吸道那些组织直接让出道路来，让你在睡眠时呼吸道一路畅通。但是说减肥就减肥，这么好减，大家早就减了。减肥的好处应该不缺这一块，所以如果你能减的话，赶快减吧。我不能吃太多，到现在都还在减肥呢。那第二个呢是用鼻子呼吸。前面说过，用嘴巴呼吸时，舌头和其他组织都会往呼吸道那边挤，进而让你更容易发出打呼的声音。因此可以练习平常就不要用嘴巴呼吸，而是尽量用鼻子来呼吸。甚至有些产品是让你在睡觉时贴住你的嘴巴，让你的嘴巴固定住，或是绑住你的下颚，让你的嘴巴打不开。那这些奇怪的止鼾产品，他们的目的是要让你用鼻子来呼吸。但我自己是觉得，睡觉时如果脸上被弄了一个什么东西上去，反而会让人家有点在意到难以入眠。那第3个呢是正压呼吸器。这样器材原理在于呢，它可以在你睡眠的时候不断的灌注空气到你的呼吸道，进而让你的呼吸道直接被撑开，所以对于睡眠打呼的问题会有很显著的改善。但比较尴尬的是呢，每天睡觉时要带上一个像是氧气罩一样的东西，除了很奇怪让人家很难以在意之外呢，这台机器也算是价格不便宜，所以使用率算是蛮低的。那第4个呢是改变睡姿，也就是止鼾枕的使用。那市面上常见的止鼾枕设计，就是把撑住脖子的那个部分呢特别弄高，让你在睡眠的时候脖子稍微后仰，进而稍微撑大你的呼吸道，让你睡眠时打呼的情形降低。但这样子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呢，你就算因此而不打呼了，你会因为脖子后仰的睡觉，而让你比较容易有脖子痛或是脖子僵硬不适的情形。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有点不太优，你有点像是挖东墙补西墙的感觉，而且这样也不一定会好。
那在图片上这颗呢是 Power Sleep 他们出的止鼾枕，它的原理和市面上比较不一样，是透过侧睡来避免你打呼的。我前面说过，我们的呼吸道就在我们的嘴巴偏后侧的位置。因此，你正躺睡的时候呢，你松弛肥大的舌头、会厌还有软腭就会往你的呼吸道那边去塞。那塞住了之后呢，你就开始打呼了。但要是你选择侧躺睡的话呢，这些组织就不会直接垂降在呼吸道上面，进而避免堵塞住呼吸道，让你可以不打呼。所以枕头中间凸一块的这个设计，就是让你在睡觉时，即使转来转去、翻来翻去，也会因为中间的支撑点太小而不知不觉的侧躺回来。那这个设计是有经过长庚医院许多医师专家主导人体实验后证实呢，能够让使用者保持80% 以上的时间都是侧躺睡觉的，所以对于你整个晚上的打呼是有非常显著的帮助。那我们侧睡时用的枕头高度和我们仰躺时是差非常多的，因为我们脖子到肩膀这边的距离和我们脖子到后背的距离是差非常的多，所以侧躺时要用的枕头要特别去挑过。而 Power Sleep 这边的枕头会依照你的身形去量身定制，所以除了可以让你不打呼之外呢，也可以让你睡起来舒服，对于脊椎也会比较健康。那你要是真的因为打呼的问题而困扰许久，或是你身旁那个人实在是打呼打到你快崩溃的话呢，不妨可以试试看这样子的选择吧。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我是3个字 Sun Guts，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